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结婚当天，婆婆拒绝给我改口费，在我跪着叫妈敬茶的时候，她一改常态，冷着脸让我在地上一直跪着，不接不理。我直接把茶水泼在她脸上，去你的！这婚我不结了。这场婚礼我期待了很久，我以为会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，此刻却被婆婆讥讽的嘲笑毁掉了所有美好的期望。房间里围着许多人，伴娘伴郎还有摄影团队。因为习俗，我爸妈那边是不能过来的，只能等婚前仪式结束，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再去现场。而此刻，我的准老公在我尴尬举着杯子的这3分钟里，我无数次看向他求救，他都跟他妈一样无动于衷。我甚至不知道是何时得罪他们家的，在这之前，婆婆一直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关心我照顾我，对我宠爱有加。我甚至怀疑眼前这人是不是我那善良的婆婆。妈，请喝茶。沉默了有1分钟，我再次开口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他眼神看起来高傲又自豪，我不知道他在得意个什么劲儿，我也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妈，我又叫了一声，周围的伴郎伴娘小声议论起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明明之前这婆婆都客客气气的，干嘛非要在结婚的时候这样？我只觉得脸烧。我活了28年，爸妈对我也是百般宠爱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难堪的事。妈，请喝茶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不再去求助那个没用的男人。他依旧看着我，但不接。茶水已经不太热了，换成了我的脑子一热。我扬手将茶水直接泼在了他的脸上。不接，那就别结了。徐念。先反应过来的是周恒，也就是我那个废物准老公。你干什么你？周恒他妈还错愕地看着我，精致的头发上都是茶叶，他似乎不敢相信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你这泼妇！他终于反应过来，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，嘴里恶狠狠地骂着泼妇，场面失控了。我也没忍住，但还是秉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，反手给了他儿子一巴掌。气不过，实在气不过，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人敢打我的脸。周恒果然是个废物，被我打了也一声不吭，反而是他妈急了。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周恒连忙拦住自家老妈，妈，你冷静些，她都怀孕了，你别气她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才真正气笑了。早知道我不能生气，让我跪着的时候，他干嘛去了？他妈推开儿子，似乎是觉得委屈，突然就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哎呀，没天理了！儿媳妇都敢打婆婆了。他又看到摄影机，跑到摄影机前就去哭。我的命好苦啊！一个人拉扯大2个孩子，好不容易娶个儿媳妇，还欺负我这把老骨头啊！我真的气得肚子疼了。我怀孕4个月了，从2个月前发现后，周恒就向我求婚了。他哭着说会让我和宝宝幸福一辈子，在一起1年。他对我无微不至，也从来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我爸妈都很满意，说周恒是1顶1的好男人，要我好好珍惜。于是他求婚，我就答应了。他爸去得早，家里只有妈妈和一个姐姐。他妈开了一家早餐店，靠着这个小店把1儿1女都拉扯大，女儿也被国外的名校录入，儿子也考上了国内一流大学，考了研究生，正在考编制。在听到这些事迹时，我由衷地敬佩他的妈妈。我跟周恒是表姑的朋友王姨介绍认识的，他和我差不多的学历和工资，身高1.8米，一表人才，清爽干净阳光帅气，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我们俩对彼此都很满意，聊天的时候发现连兴趣爱好都差不多的相似，
聊得很愉快。临走时互换了微信。和他认识的那年，我28，比他大2岁。而我工作多年都没找过对象，一是因为我的工作正在上升期，实在没空去认识别人；二是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两人一块儿走人。我花了3年的时间，才慢慢升到如今的职位，月薪2万，5险1金，还有双休，实在舍不得丢掉这样的好工作。至于现在又愿意找了，是因为我爸妈实在催得紧。和周恒聊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1年后，也就是今天，我怀孕4个月，领证的日子定在我们办完婚礼的第3天。我爸特意请高人帮忙算的。周恒他妈一开始就觉得不妥，哪有先结婚再领证的？听闻是高人算过的，他也没再计较。周恒说，他家年前才全款买了车，加上要置办酒席，目前还没有太多积蓄。彩礼我就象征性的收了3万3，加上3金那些，差不多有5万。我家并不缺钱，我爸妈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小商店，生意常年兴隆，又逢前些年疫情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然后在老家买了几套房子，去年老家买的房子又因政府修路要拆迁，那几套房子的拆迁款下来，我们一家子这辈子都不愁吃穿，所以我爸妈也不在乎这点彩礼，甚至还要再给我陪嫁一辆车。周恒说车就不赔了，我们2个一起买1套房就可以了，我们2家付1半的首付，然后贷款2人婚后一起还，要求并不算过分。我爸妈就同意了，他们说只要周恒能对我好，够上进就足够了。可他们一家却早就算计好了，要硬生生地毁了这桩婚事。周恒把他妈从地上拉起来，劝慰道：“好了妈，这么多亲戚还等着呢。”他又过来安慰我：“念念，妈这也是高兴糊涂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高兴？你看他高兴吗？你去接我的时候，我爸妈给了你2万的改口费，你们家1分没有。我也忍了，凭什么还要我一直跪着？”周恒他妈又骂了起来：“谁知道你是个暴脾气的泼妇，早知道你是这种女人，根本不配当我儿子的媳妇。我们那个时候婆婆不也是这么对我？且不说我跪了半个小时，跪完还不是要勤勤恳恳地伺候公婆。他又说，现在的人不用伺候公婆也就算了，跪一会儿还这么大的脾气，我是真的无语了。感情是他当年受了委屈，如今要报复到我身上，凭什么我要为他的委屈买单？我取下了头顶的婚纱，扔到了地上。我确实是个脾气大的，是你儿子配不上我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他妈一声冷笑：“哼，不结？你肚子里还有我家孙子呢，不结你试试，试试。”我不敢吗？我给了伴娘团一个眼神，我的伴娘团围了过来：“阿姨，确实是你们做的不对，还打人！你们再这样，我们要报警了。打人不是他先泼我水的吗？现在外边那么多宾客等着呢，说不结就不结，我这损失谁来赔？”周恒全程默不作声，直到听到报警，才把他妈拉住：“妈，真的别闹大了。念念现在怀孕4个月了，酒店那边也都置办好了，现在她不愿意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他妈气了个半死，却又因为这番话冷静下来：“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”他妈看着我：“不结了呀。”我冷冷地盯着他们：“我不跟你结婚了。”周恒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你不结婚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怀着我老周家的孩子呢。他妈像是终于冷静下来了，或许是见我态度如此坚决，害怕真的不结了，眼珠一转，又哎呀了好几声：“那个，念念呐，妈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妈结婚那个时候跪了半个小时呢，我想着你怀孕了，跪上几分钟就行了。妈
不是诚心想为难你。你看妈之前对你那么好，我想吐。好，你对我可真好啊。我冷笑，阿姨，您这茶到底也是没喝下，就别说什么妈不妈的了。周恒马上重新倒了一杯，递给我。念念，我妈真没那么多坏心眼儿。今天大好的日子，别气坏了身体。我反手将茶杯打翻。现在知道我生气了，跪着的时候你干嘛去了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干嘛去了？他妈脸色一变，又想发火，却硬生生压了下去，又挂起一个虚假的微笑。念念，对不起，是妈的错，妈给你道歉。他拿出手机，当即给我转了1万块钱，改口费妈给你了。茶，妈就当已经喝了。收拾一下，咱们也该去婚礼现场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把钱退给了他，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里我只告诉他我不结婚了。他说了一句等着，马上就挂了电话。我不想和你们再说了，不结就是不结。我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，招呼我的伴娘团们也坐下。坐下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不那么生气了，只感到庆幸。还好是今天就发现了他们露出的马脚，真心对我好的话，一个个为什么要让我受委屈，又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逃避？在那5分钟里，周恒哪怕一开始护着我一点，为我说一句话，我都可以为了他不跟他妈计较。可是他一眼都没看过我，甚至他有可能提前就知道这事儿。那我凭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故意伤害我的人？而且是怀着4个月身孕的我。周恒看我态度坚决，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向我跪了下来，求你了，念念，外边那么多人都等着呢，他的伴郎团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一个敢说话的。我摇头，不可能了。那孩子呢？周恒又问我，孩子怎么办？与你无关。我爸来得很快，打完电话10几分钟就过来了。他推门而入，跟着来的还有我妈、亲家公、亲家母。周恒他妈又开始哭，他上去就抱住我妈。哎呦，可怎么办呀？我就让他跪了一会儿，他又是泼水又是打人，不等我开口，我的伴娘团就给我爸妈还原了真相。听完后，我妈直接推开了他妈。好，闺女你说不结，咱就不结。我爸一把推开周恒，将我拉起来护到身后。你们家这还不算欺负人呢，还不就是仗着我闺女怀孕了，拿准了她不敢悔婚。没有没有。周恒他妈急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扑哧一笑，错，您确实错了。但是周恒，我看向他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来帮帮我？周恒踌躇半天，才默记道：“我妈说了，好了，别说了。”我看着众人，我不嫁妈宝男，再见。我跟我爸妈回了家，我爸妈倒是没什么，来的亲戚重新请了一桌，礼金也全部退了回去，说女儿不结婚了，请大家见谅，吃好喝好。众人一头雾水，但看在有饭吃的份儿上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反倒是还劝慰起我爸来，说什么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。我爸可算是笑了笑，说得对。可没想到，我结婚这事儿在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。不知道是现场的谁站在窗边偷拍了一段视频，标题上写着"悔婚现场，好刺激"。视频里我正反手给了周恒一巴掌，周恒拦住他妈。视频戛然而止，朋友圈好多人都刷到了，包括我的同事。于是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了我悔婚的事，不仅是悔婚，连怀孕的事也被领导知道了。收到领导的消息时，已经是2天后的周一，我正准备去上班，领导却告诉我让我在家休息，怀孕了就不要乱跑。但我的项目还差最后一点儿。我本打算做完后再休产假，领导说这件事对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就让我先好好休息。
其他的以后再说。这句话意味着我被停职了。可就在当天，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婚礼摄影师发给我的接亲视频，钱早已经付了。婚礼虽然没成，但视频他也如约给我发了过来。我打开视频，从开头周恒来我家接亲，我爸妈我哥红着眼送我出门，到周恒抱我上车，去了酒店，接着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。最后周恒他妈一直看着我跟我爸妈走了，但视频还没有停，只见镜头一转，对准了地下，视频里也只剩下周恒和他妈的声音。妈，怎么办？早知道就不听你的话，现在搞的这出，到手的房子都没了。哎呀，你急什么？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咱们的把柄。再说了，那你奶奶当年那么对我，我现在这么对你媳妇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谁知道王姨介绍的这姑娘脾性这么大。只听周恒叹了口气：哎，妈，也不知道那王姨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拆迁款这么久了也没动静，应该是吧？我打听过没错的，反正现在孩子也有了，他闹就闹吧，还能把孩子打了不成？我的心情很复杂，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我把视频给我爸妈看，我爸妈也在难受之余，庆幸还好现在认清了这家人的真面目，原来是一家子的坏种，还好宝贝女儿没嫁过去。我妈也自责，因为拆迁这事儿，表姑的朋友确实是亲口问过，她就如实说了，没想到还会被有心之人盯上。我妈哭了起来，看着我的肚子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遇到了这家畜生。我爸安慰她，我看那孩子也很好，谁知道是装的呢？这事儿谁都不怪，要怪就怪他们家心肠歹毒，太会伪装。事情还没结束，当晚周恒又带着他妈上了门。周恒他妈提着2盒燕窝，儿媳妇，我们来看看你。听到动静后，我爸过来站在我身后，不悦道：我闺女可没有嫁到你们家，别在这乱叫。周恒对着我爸鞠了个躬，态度诚恳：伯父，念念，对不起，我诚心给你们道歉，都是我们家的错。但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能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这件男人还不死心。我低着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假装哀伤，叹了口气：爸，你别说了，他说的对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周恒一家子脸色舒展开了，他妈也连忙道：哎，是，都是妈妈的错，过2天就是领证的日子了，可别耽搁了你们领证。我摇摇头，这事儿我得跟我爸妈重新讨论一下，毕竟婚礼不欢而散，这孩子眼看着也大了，婚礼就不用再举行了，但还要商量一下，什么时候再领证吧。几人面面相觑，好，那我们家长再商量商量。时间定在了当天晚上，周恒一家人迫不及待地邀请我爸妈再去讨论这桩婚事。周恒他妈态度非常的诚恳：亲家，这事儿都是我这个老糊涂的错，让小2口难堪了。更何况念念还怀着孩子呢，咱们都老了，这日子以后都是小2口的。我爸点点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女儿的人生大事就这么被毁了，我们还怎么在众人面前抬头？那亲家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拿出20W，重新下聘，来把我的女儿娶回家？周恒他妈面露难色：亲家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，这酒席没办成，我家也浪费了不少钱，亲戚面前面子都丢光了。你现在要20W，我上哪儿去给你找？我爸冷哼一声：那还不是你家自找的，拿不出来，这孩子大不了不要了。我爸态度也很坚决，要他们家一定要拿出来这20万，不要孩子。这句话像是彻底激怒了周恒他妈，他妈红了脸，猛地站起身：不要孩子，你们敢？这是我老周家的种，你们动一个试试。
我爸倒是不急不躁，要娶我女儿，首先得拿出诚意来。我知道你们家不缺这20W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说这话，我也不占你们便宜。等小两口结婚，我全款给两人买一套房子当陪嫁，这样对两家名声都好。周恒拉住他妈：“妈，我觉得伯父说的很有道理。周恒家的房子不大，还是在一栋老小区，70多平的2室1厅。女儿一直都是跟妈妈睡，儿子单独一间大房子，孩子是养得起，可是房子买不起。”听到能有一套全款的房子，周恒他妈才算冷静下来。亲家，这20W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来，那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事了。我爸说，最后他们家还是答应了，毕竟舍不得钱，套不着孩子。很快到了提前算好的要领证的日子，前一天晚上，周恒就将20W 转到了我的卡里。之后他发来消息，说他妈把早餐店转让了，才有了这些钱。我回他一句又告诉他我也有件好事儿要告诉他。我家老家的房子拆迁款下来了，整整8位数。周恒没有露出什么马脚，表面淡定，说以后一定不会再让我跟孩子受委屈。到了领证这天，我人间蒸发了。我将周恒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，找了个医院将孩子引产。那是一个已经有了形状的男婴，小小的一点点，可惜他并不是爱情的结晶，生下来也注定不会有好命运。我回想起喝醉的那个晚上，我和周恒在一起1年，有过几次生活，但都做好了措施。发现怀孕的时候，我还在纳闷儿，为什么有措施也会中招。我查了资料，说有措施也不是100%的安全，但心里始终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儿。直到那天，在那个婚礼视频的最后，我听到了一段话，这段话我没有给我爸妈听。周恒，妈，那他如果真把孩子打掉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才趁他喝醉故意让他怀孕的，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你傻呀，女人最怕的就是没了贞洁。你说她又不结婚，还怀过娃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以后她还怎么嫁人？她呀，只会怕自己嫁不出去，她不敢打掉的。我不敢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我只想笑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，女性凭什么还要为男人戴贞节牌坊？我未婚先孕，我干嘛丢人？怀的不是他儿子的种吗？是他儿子干的事，我丢什么人？我只是一个正常女人，拥有过一次正常的生活，被他儿子故意欺骗怀了孩子，凭什么会是我的错？我唯一的错就是识人不清，中了奸人的计。我也只是一个受害者，我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为什么要害怕嫁不出去？为什么一定要嫁人？我这么优秀，不仅有钱，还有事业，我到底是多想不通才会愁嫁。我在医院躺了1周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喜欢住着。1周后，我将孩子的尸骨打包，因为是个男孩，我用蓝色的毯子包了起来，快递给了周恒家。出院这天真是太巧了，刚到我家单元门口，就看见周围围了一圈的人。我走过去，只见单元门口，周恒跪在一旁，怀里抱着那蓝色毯子，他妈披头散发，躺在地上哭边喊：“徐念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楼上的我爸妈看到我，也赶忙下来，物业保安已经报了警。我推开人群，走了进去。他妈一看到我，哭得更大声了，上前抱住我的腿：“贱人，毒妇，你还我孙儿命来！”周围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：“这人可真狠毒啊，自己的孩子就这么不要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冲动，那可是一条命啊！毒妇，还我孙儿，还我的钱！”我这才听明白，感情孙儿是附带的，关键是来要他家的20W的。你们一家子骗子，
骗了我的钱，又害了我的孙儿。啊！我不活了！我爸妈及时赶到，将我拉出来，护在身后。而周恒他妈更急了，疯了似的上前扯住我的胳膊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，还钱！他妈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一把剪刀，对着我的胳膊就戳。还好剪刀不够锋利，只是戳破了皮，血顺着胳膊直流。不远处警笛声响起，没一会儿，警察也赶了过来。看到我受伤，又看到有人拿凶器，警察马上将他妈制服。我先被送去了医院处理伤口，其余的人跟着警察回了警局。我赶到警局时，他们已经面对面坐在调解室了。我要报警，他们骗钱。警局里，周恒他妈在调解室大喊：“那是彩礼钱！”我爸解释道：“谁骗钱了？悔婚了还叫彩礼钱吗？我要去法院告你骗钱，还要告你们害了我的孙儿。你尽管去告，但你害我女儿受伤，我跟你没完！”周恒他妈怂了，安静下来。我进来后，警察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和解。我当然不会原谅他们。周恒他妈当即就被警察带走，闹事伤人，拘留15天。他妈不服，说要告我们，说我们骗彩礼钱。警察让我们都别吵。随后我站出来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彩礼的问题，警察也没法下定义，要打官司可以去法院起诉。我当然不怕他们家起诉，彩礼钱我们也会退，但我就是要让这钱以最艰难的方式回去，就当是给他的孙儿赔罪了。孩子最后是我爸找了人给火化了，还念了经，然后立了块碑。这辈子我和他没有缘分，希望下辈子他能投生到一个好人家。调理好身体后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公司，只不过这一次我是去辞职的。我爸妈打算直接开个超市，让我回去一起经营。至于周家人，周恒他妈从警局出来后，就把我家告上了法庭。开庭那天，我的律师也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，他们要20W 的彩礼返还，还索要了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等等，一共40W。而我的律师在将那视频播放出来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沉默了。周家母子傻眼了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这茬，只能睁眼说瞎话，说这是偷录，不算证据。法官重新提醒，这并不是偷录，这是婚礼录像，大家都知情。法官问原告是否承认故意让被告怀孕这件事，周恒沉默着，点了点头。事实摆在面前，谁也没办法说不是。最后因为考虑到我怀孕的事，彩礼被判返还一半，并且还要额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至此，周家想当凤凰男的梦想落空了，代价是赔上了他家的早餐店。我以为事情就此过去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我的社交账号上突然99加的消息，随手发的几个日常作品里也全部都是恶意评论。我花了1天才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周恒他妈找了一个娱乐日报，完全扭曲事实的造谣我骗彩礼，为此狠心打掉了4个月的孩子。评论里全部都是骂我的，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的地址。周恒倒是换了个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毫不知情，让我不要跟他妈计较。我挂了电话，又一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本想他家碰了壁，吃了教训就不再计较，没想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底线。我把婚礼视频原样发了出去，视频一发，评论立马反转，又全部都是为我说话的，网络的真真假假，又有谁能真正看得清呢？那些曾经骂我的，很快就倒戈一片，又来给我道歉。没想到这婆婆这么会倒打一耙，姐姐干得漂亮，打得好，支持，这孩子本来就不该出生。看看这家人的嘴脸，
骗女孩子未婚先孕，还想吞人家的财产。姐姐看看我，我是你流落在外的亲弟弟。这些评论我也无心再看，也并不会影响我的情绪。网暴的风转向了，刮到了周家人身上。周恒天天来门口给我道歉，让我把视频删了，说他妈已经被骂得每天以泪洗面，是忏悔的眼泪吗？谁信？我又有什么错？我只是讲清楚了事实。随后我也起诉了他家造谣诽谤，再次开庭。周恒他妈被判了1年，无论他如何哭诉，如何辩解，证据都摆在那里。因为这件事，周恒考编制时的政审也没有过。听闻他妈哭得晕过去好几次，醒来时嘴里还是在骂骂咧咧地骂我。经过此事，全市乃至全国都知道了这位恶毒婆婆的故事。后来我把我这几个月的经历撰写了一篇文章，发表在我那个出了名的账号里。有些坏到骨子里的人，他们善于伪装，为了拿捏女方，故意让其未婚先孕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对方。可女性不应该被任何人利用，哪怕真的遇到了坏人，也要勇敢地去对抗。被害者从不丢人。这件事过去很久后，我还是在那个王姨嘴里又听说了后续。听闻周恒一家人彻底出了名，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倒不难，难的是他上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名人。周恒他妈还想给他找媳妇，愣是找了半年也没再找到。因为他妈坐过牢，他诈骗女孩子，还是个妈宝男。我也再懒得去听他家如何如何，因为这点污渍在我未来光明灿烂的人生里算不得什么。番外，我家超市因为是全国连锁，运行起来后就越来越轻松，招了很多负责人，很多员工。而我们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当老总。我妈干脆打算退休养老了，留下我爸多少再帮衬我一把。超市有了主管，有负责人后，其实我也管不了太多的事。我爸妈也实在清闲，爸妈闲下来之后，就又开始想抱孙子的事。人老了，嘴上说着我开心就好，实则也无法真的放纵我去孤老一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越来越担心我的未来是否能幸福美满。我也并非完全抗拒婚姻，只是觉得很难再遇到愿意付出真心的人。所以在我休整了1年后，我妈开始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。相亲这种事也算是不靠谱中最靠谱的。不靠谱的是人，就像周恒一家，是又算计又坏的人。靠谱的是，这次我长记性了，也不会再轻易被骗了。我妈还心有余悸，拿到手的资料，这次都要亲自去摸底，去打探，彻底了解，心里有了底，她才会让我去。这次我家的条件都是摆在明面上的，同样对方也跟我家条件相同，算得上门当户对。只是去认识了好几个，我都不太满意。家庭不错的人不代表他人品也不错，油腻的、自大的，一上来就问我能不能接受当全职太太的，说要把他妈他爸他哥哥嫂子都接来一起住，他想要个温暖的大家庭，还问我做饭好不好吃。我当时就拿出了补妆镜递给他，他问干什么，我说家里要是没镜子，我送你1块。简介里说一表人才，只占了2个字。艺人说人也是抬举，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回家我就跟我妈吐槽，因为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一些男人总喜欢把女强人娶回家，变成他的贤妻良母，而成为他想要的样子后，又嫌女人在家吃他的花的不赚钱。能赚钱的时候，他喜欢把女人拉下泥潭；赚不了钱，又嫌弃她没有价值。我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算是想通了，估计呀，像你爸这样的好男人并不流通，找到一个就安稳下来了。总在市场上流通的确实好不了哪儿去。
自此，我妈放弃了给我相亲。不过我总是还相信，只要自己足够好，内心足够强大，一切的美好才会愿意奔向自己。就像那个晚上，想着天气不热，可以吹吹风、散散步，结果没一会儿变了天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我赶紧躲在附近的公交车站台下，站台里迅速挤满了人。我打开打车软件，发现全部都是打车的，估计我已经算快的了，但前面也还是排了30多个人。我关了手机，想着等会儿就等会儿吧。雨越下越大，路面坑坑洼洼的，多了好几个小泥潭。公交车快速驶来，又停下。就在被溅到水的瞬间，身旁冒出来2个男人，帮我挡住了水。他们2人的裤子被水溅湿，而我的白裙子安然无恙。我抬头，对上了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，周恒，许久不见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他。他变化很大，眼里没了灵气，双眼下面淤青的黑眼圈和一些白掉的头发。我又看向另外一个帮我挡水的男人，我盯着他看了好几眼，熟，很是面熟。那个，你是？男人叹了口气，徐大王，这个外号勾起我童年的回忆。许家燕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出国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跟我印象里一样，不太爱笑，总是小小年纪就皱着眉头，以至于现在眉眼处有一条隐约能看见的纹。回来没多久，之前才给阿姨打了电话，说你在超市这边，特意过来找你。小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，他比我小3岁，是我的小跟班。后来他爸妈进了城做生意，把他带走了。暑假的时候也回来过几次，每次都会跟我在一起疯玩。再后来，他爸妈就把他送出国留学，而我也来到了市里，自此再也没了交集。10年了，我感慨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啊？我还是会把他当弟弟，我想跟小时候一样摸一下他的头，但是他太高了，我摸不到。许家燕笑了笑，笑容阳光又灿烂，反手摸了摸我的头，念念姐，我长大了，嗨嗨。闻声，我转过头，发现周恒还在一边。周恒比许家燕要矮大半个头，看的时候还得抬头。他指了指许家燕，问：“这位是？这跟你没有关系吧？”我不太想搭理他，倒是许家燕主动伸出手跟周恒打招呼：“我认识你，你就是周恒是吧？”我叫许家燕，念念的发小。周恒尴尬地收回了手。你呢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周恒搓了搓手，不自然道：“刚从你下班就跟着来了。”徐念，我妈病了，癌症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妈？他说着差点跪下，还是许家燕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他，不然又要被围观。事实上，周围已经有人听到了对话，拿着打量的眼神在盯着我看了。你妈就是死了，也和我没关系吧？我郁闷道。徐念，你别这么狠心好不好？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妈也是爱子心切，她这些年真的知道错了，她真的受到惩罚了，现在她真的快不行了。你家那么有钱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借我10万块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他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越靠越近。许家燕马上挡在了我们中间。你家伤害我们念念的事我都听说了，请你再也不要来骚扰他，再这样我会报警。许家燕撑起伞，搂住我的肩膀，临走前又留下一句：如果你再敢骚扰他，许氏集团会让你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。好吧，这小子有点小酷。坐上许家燕的劳斯莱斯的时候，我还一脸懵。许家燕，这些年赚了不少吧？你说什么许氏集团？许家燕笑笑，是我家的。还有，我来找你，我爸妈都很支持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发着光。毕业后我就去了家里的分公司，这些国内靠我爸
国外靠我也发展起来，他们才同意我回来。许氏集团我也不是没有耳闻，本市也有好多许氏的楼盘。我低下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所以他是什么意思？徐念，我喜欢你，我来找你了。听到他说的，我又抬起头，难以置信。不否认我是无法抗拒许家燕的，毕竟她完全长成了我的理想型，阳光开朗又稳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理想就是找个1.8米以上的男朋友。可是我摇摇头，许家燕，我比你大，而且我家也没那么富裕，是个拆迁户，我还差点结过婚，还怀过孩子，不行的，不合适。许家燕收回了笑容，她的手抬起我的下巴，强迫我去看她的眼睛。她表情严肃，又皱起眉头。念念，不许这么说自己。拆迁户怎么了？不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买的房子？怀过孩子怎么了？你只是很认真地去谈了一段感情，想要去过美满的生活，这些不是你的错，伤害你的人才罪该万死。而且我也有错，我如果能早些回来，早些向你表白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地流下来。我摇摇头，你这么好，不应该找我的。许家燕抹去我的泪水，把我抱紧怀里，紧紧地抱住。我只会心疼你，心疼你受了那么多伤害。对不起，念念，是我来晚了。念念，你真的很优秀，我一直都关注着你的生活，我知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你一点都不差，你值得最好的，你就是最好的。或许是许家燕的话安抚了我，或许是车内的空调太过温暖，又或者是温暖的是许家燕的怀抱。我睡着了，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家里。我揉着眼睛走出房间，客厅里，妈妈和许家燕的妈妈一起聊天嗑瓜子。我爸，许家燕的爸爸，还有许家燕在厨房里做饭。许家燕把饭端到餐桌上，醒了，来吃饭吧，做了你最爱的椒盐鸡翅。我妈和许家燕的妈妈也看过来。阿姨，叔叔，好久不见。许家燕妈妈笑着站起来，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红包。念念呐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，给拿着。阿姨的一点心意，我有点不好意思接。我妈哎了一声，念念，快，谢谢阿姨。我只好接过。饭桌上，大人们聊得热闹，诉说着从前，还提到了我俩，说我就是个小魔王，总喜欢披着床单当大王，让燕燕喊他大王万岁。饭桌上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会儿燕燕回家，还跟我说，念念姐真的好厉害，我以后一定要让她当我媳妇。大人们又笑了起来。我就问她，念念姐那么凶，你就不怕？那会儿燕燕还不乐意了，说不许你们说我的大王。哈哈哈哈哈！笑声此起彼伏，假当事人低着头，默默啃鸡翅。哎，燕燕，我妈打趣，燕燕现在还想不想娶姐姐了？许家燕看了一眼我，又低下了头，红着耳朵点了点头，想全家一阵起哄声。这大概是我吃过最快乐的一顿饭了。后来我打开了那个红包，10001块。许家燕说，我妈说了，你就是我家的万里挑一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我是孤儿，爱了10年的丈夫出轨了，又检查出来得了乳腺癌晚期，但我不悲观，能被拐走的就不是我的，如老公，能得的就是我自己该受的，如癌症，余生不多，我只想放肆地为自己活一回。发微信告诉陈思雨，我同意离婚了。他迫不及待地从外面飞车回家。是的，迫不及待，他的小乔等不及了。陈思雨坚决要离婚的理由，就是一个大男人不能让心爱的女人走不到阳光下，听着就觉得可笑。他是太阳神吗？照耀四方。他小乔一开始爬床的时候，难道不知道陈思雨是有妇之夫吗？
怎么爬着爬着就受不了他是别人的丈夫了呢？他受不了，所以我这个阳光下的女人就要被移到阴影里。怎么就没人想到我也是女人呢？又做错了什么要被伤害？这些之前让我无比气愤的情节，现在已经经不起一丝波澜了。握着医院确诊癌症晚期的报告单，我好后悔把自己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。这一年的离婚大战，我把自己也变得丑陋不堪。听着陈思雨恶毒的讽刺挖苦，看着小乔的意气风发，我愈发变得歇斯底里。我就是不肯放手，我就是不要成全他们两个。最后一次吵架，陈思雨说他就是净身出户，也不想再碰见我这堆烂泥。烂泥，心刺骨，令人窒息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别个少年的梦中情人，每个合作伙伴都会羡慕陈思雨娶了个漂亮又能干、大气又从容的女神。而现在，在他的眼里，我是烂泥。不得不承认，我输得彻彻底底，输得不甘心。经历了这么不堪的婚姻，本来觉得已经自己伤无可伤，无所畏惧了。但是拿到死刑通知书的时候，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恐惧。想到即将一个人去往黑漆漆的地方，永远没有回程，禁不住泪流满面，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。梦里胆怯地拉着陈思雨的手，哭着说：“无论多久，你一定记得来找我呀，不然我一个人好害怕。”陈思雨一如10年前出狱时那般阳光，温柔地说：“好。”我听了瞬间就觉得十分安心，原来我是如此依赖陈思雨呀。可是他怎么就舍得丢掉我呢？做了这个梦，不再恨陈思雨了，不会原谅他，但也决心不再纠缠他。放手也是成全我自己。如果能早点想开，可能就不会得上癌症。医生说心气郁结是我的病根，真是不值啊！大千世界，多少俊男，为什么就舍不下陈思雨呢？看向陈思雨的时候，他正披着午后的阳光进了门，仿佛回到10年前。他披着阳光从球场跑向我，略带羞涩地问：“默默，做我女朋友吧？”看我没作声，他又急切地补充道：“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”言犹在耳，我却已成下堂弃妇。陈思雨一进门，先看了我一眼，确认一下我的状态是否正常。毕竟这一年，我们每次都是在歇斯底里中见面和分开的。只是今天的我异常平静，向他伸出手：“拿过来吧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递给我离婚协议书，嘴唇有点颤抖地说：“这个别墅，小乔说喜欢，多给你5000万，再买一个新的吧。或者在公司开发的楼盘下拿一栋也行。之前坚持要这个别墅，是因为这是我付出全部心血建立起来的家，每一个家具，每一个小摆设，无不是我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这里有我关于爱的全部回忆，这里还是因为我没日没夜工作而流掉了的我的小公主的家。粉色的儿童房里还有一只小小的木马。小乔不过是想享受一下胜利者的喜悦罢了，他才不会对这个房子有感情。这样一个人，也就陈思雨那个二货觉得他柔弱纯洁，不过都不重要了，他想要就拿去吧。爱都不在了，还死守着房子干什么呢？不知道他们日后住在这里，日日想起早逝的前女主人会是什么心情，都有点期待了。拿过协议书，直接翻到签名处准备签名。钱的方面从没担心过，陈思雨知道我的手段，他还没胆量去暗算我的财产，1半身家，我拿的也不心虚，因为家里的财富是我们一起打拼出来的。陈思雨看到我如此爽快签字，反而忐忑起来，他一下子按住我的手，说吧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？签名而已。拨开他的手，沉稳地写上我的花体签名。
1个月后我们民政局见吧。我淡淡的说。陈思雨蹙着眉站在那里。我开玩笑说：怎么，分了？舍不得了？舍不得也晚了。我这人有洁癖，不要出过轨的。陈思雨摔门而出，我的心也随着合上的大门沉了下来。陈思雨的爱来的时候热烈真诚，让我招架不住；陈思雨的爱走的时候冷酷决绝，我还是招架不住。1个月的时间，对一个将死之人而言，也算有很充分的时间做准备了。房子也不打算再买了，租1套就好，反正也住不了几天，想去一个温暖的地方，不会让人觉得冷清，热热闹闹的，一个人也不觉得害怕。别墅里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，与陈思雨有关的一切都不打算带走。住了这么久，真正只属于我的东西少之又少，以至于把它们带走了。房子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。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我把钥匙留在了门口的地垫下，这曾是我们2个的秘密，最后一刻还给了他，化了一个稍浓的妆。毕竟我的气色已经很差了，可不想离婚时还窝窝囊囊。到民政局的时候，陈思雨已经到了，他的布加迪副驾半开着窗，小乔精致的小脸隐约可见。办离婚手续都还要带上新欢，这是要亲眼确认我们离婚，还是要立即办结婚手续？忍不住呵呵2声。陈思雨昂首就想走到前面，结婚时就是他走在前面，我低头跟进去的，离婚时可不想再低头跟进去了。我停住脚步，陈思雨走了一段距离，回头看我停在那里，有点忐忑地跑过来。怎么了？反悔？不知有没有看错？他的眼里还有一闪而过的期待。我恢复了以往的从容与优雅。离婚了，你终究要讲一次绅士风度吧，女士优先。说着，我就走在了前头。我这一生啊，就忙着低头去跟陈思雨的脚步了。也难怪他变心，朝前走的男人怎么会去留意身后呢？办完手续，陈思雨说：你的脸色有点差，生病了吗？我听了不知为什么有点想笑。你去哪里？我送你吧。他说的颇为真诚，我听了颇为讽刺，瞥了一眼已经站在车外等得有点着急的小乔，淡然一笑。你是想让你的新欢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吗？我就不配合陈总了。陈思雨看向我的目光有一瞬间凝滞。你没买新房子，车子也卖了，你住哪里？怎么把车也卖了？陈总还调查我？我只是关心。他说的有点艰涩，留着你的关心给需要的人吧。我转身走了，懒得看他自我感动的表演。飞往海亚的途中，回忆了10年来的种种，10年的情感，越幸福的记忆，就越是刺向胸口的尖刀。跟自己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为陈思雨哭。飞机一落地，就开始新的生活，活着一天就去干自己喜欢做的事。飞机落地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北方已是寒冬，肃杀萧瑟，了无生机。这里却如初夏，温暖绚烂，生机勃勃。曾想和陈思雨一起来这里度个长长的假期，可惜刚结婚时创业太忙，当事业庞大时，他已经陪过别人来度假了。曾在小乔的微博小号里看到他恣意张扬地享受阳光，旁边的男人背影是陈思雨的，配文写着背影都是幸福的。当时小心翼翼地向他求证，他含混地说是公司团建，所以他跟我说没时间去度假，只是跟我没时间而已。公司初创的时候步步艰难，我因过劳流产，公司上正轨后，陈思雨说心疼我，让我退出公司，在家安心休养。我不疑有他，也不再关心公司的经营，却不知名不见经传的小乔，在我离开第2天就被提拔为特助。究竟他们是何时在一起的呢？
还真不知道，想来是很早就开始了吧。算了，不过是狗男女，已经打算成全他们了，就当他们比我还早死了吧。海亚气候真是好，后悔自己没早点想开。闺蜜芝芝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面对她的狂风暴雨，拖了好几天。终于在一个慵懒的午后，给她打了回去。果不其然，她劈头盖脸批评我便宜了那对狗男女，接着把那2位的亲戚，从祖宗18代开始都请出来问候了好几遍。真心喜欢他的暴脾气，我骂不出口，他骂了，连我都觉得爽。问他怎么知道我离婚的，他说是陈思雨找他的。小乔说房子要全部重新装修，还有很多我的私人物品没地方放，通知我拿走。我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，他找不到我，就去找了芝芝。我说都扔掉吧。芝芝愣了一下，说还有给丫丫准备的小东西。我心艰难地跳了一下，陈思雨把那些东西也要扔掉吗？曾以为他和我一样期盼丫丫的到来，看来男人哪有那么长情。我顿了一下，帮我捎给丫丫吧。当时坚持给丫丫买了墓地，看来是对的。这次来海亚之前，在那块墓地旁边给我自己也准备了一块，这样就可以和丫丫在一起了，也不怕孤单了。在海亚不过待了2周，芝芝就飞来了，一见面就抱住我大哭。我拍了拍她，亲，我还活着呢，你哭得有点早了，你怎么能那么狠心，连我都不告诉，没打算一直瞒着你呢，我还指望你送我呢。她哭得更凶了。我和芝芝是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，所以别人一点点温暖就可以换我们肝脑涂地。芝芝与我是最坚硬的保护壳。近30年的时光里，无论别人认为我多能干，她都觉得我需要她的保护。从到孤儿院的第1天就这样了，她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她男朋友吃醋，她说小男人，让他醋去。我跟他认识的时间才几天，我跟你不认识的时间才几天，还妄想跟你相提并论。其实我知道他很喜欢那个男孩子，那是一个好男孩。我总是撵他赶紧去赴约，他还装作不情愿的1步3回头。问他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，他说去了丫丫的墓地，发现相邻的墓地被买下来了。第6感觉的不正常，那么多空墓地，谁会专门买小孩子旁边呢？于是去了管理处，看到了我的签名，虽然是匿名，但是字体太熟悉了。他又去我常去的医院，找关系看了我的病历。他的第6感真很准。比如很久之前一次聚餐，他说陈思雨有外遇了，我说他没有证据胡说八道，他说他没有给你包瞎，对女人来说就是充分的证据了。谁能想到就是真的呢？然而这些都是往事，虽然我深爱过，甚至此时也还没有全忘记，但不想将有限的生命耗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我们还是去治疗一下吧，也许有奇迹呢。芝芝试图劝我，你知道晚期意味着什么？我不想把最后的时光都花费在医院插管子。我平静地说，你总是看起来柔弱，其实比谁都强大。芝芝无奈，这是第2个这样说的人。第1个这样说的人在 M 国了，江晨毅。他曾说陈思雨不是我的良配，因为他的野心不匹配我们的情感。终有一天，我是要下车的人，可我还是固执地选了陈思雨，因为我先遇到的陈思雨，他先给了我光。芝芝陪了我1周，告诉我回去辞职，安顿好男友，再回来陪我。我没有阻拦，给芝芝留了9位数的遗产，足够她去开她最喜欢的咖啡花店，而不用忍受油腻上司的揩油。不过还不能告诉她，否则她一感动会去找陈思雨拼命的。即便如此，她回来时还是带来了尾巴。看到陈思雨脸的时候，我实实在在叹了口气，
怎么就不能让我舒心的在这山明水秀的地方晒几天太阳呢？陈思雨把头闷在我的被子上，一声不出，双肩却抖个不停。我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你来看过我，便是尽了此事的情了。”他抓住我的手：“默默，你不能走，这世上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”我不动声色地抽出手：“你有你的来路，我有我的归途，我们是两条相交线，离开交点，就不复有重逢的机缘了。没有谁离开谁活不了，习惯就好了。”陈思雨抬头望向我，有如10年前般虔诚：“我不会抛下你的，你搞错了，陈思雨，不是你抛下我，而是我不要你了。你不能不要我，不能。你的心或身体离开我的那一刻，就是结束，是你亲自终结的。”陈思雨竟然哭了，泣不成声。我没想过出轨，真的，我不爱小乔，我只爱你。可是你流产的时候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于操劳而流产，我太没用了。我内心自责无法排解，喝了点闷酒，遇到了小乔，就发生了意外。哦，原来是那个时候就发生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在我最痛苦无助的时候，他找到了安慰。可笑吧？还有比他更渣的吗？失去丫丫的时候，我痛不欲生，但还担心陈思雨难过，拼命克制自己不在他面前表现出伤心。我憋出内伤，他却倒入了温柔乡。我这眼睛是有多瞎呀？最让我伤心的是，原来他根本没有那么爱丫丫。如果他有一点点爱，又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干这样的事呢？我可怜的丫丫，还好妈妈爱你，妈妈没有给你找到好爸爸，是妈妈的错。妈妈很快就去陪你了，妈妈会给你全部的爱。芝芝突然冲了进来，挥手就给了陈思雨一个耳光。你是嫌默默死得不够快，还说这些来催命是吗？你只顾你自己说了得解脱，你知道默默听了是什么心情吗？没有丫丫的时候，默默没了半条命。你躲在温柔乡里，现在说后悔，你和小乔就是两只不知廉耻的发情的狗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陈思雨又趴到我床上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我是不会离开默默的。你出去吧，我需要休息。对着他，我万念俱灰。我哪也不去。陈思雨一动不动，不得已，只好拜托房东大哥找了2人把他铲出去了。芝芝跟我说抱歉，他说回去的时候碰见陈思雨像疯了一样到处找我，他说看不见默默，他受不了了。他说你知道吗？默默就像水，你以为它温温柔柔无声无息不引人注目，可是你发现周边全是它，吃饭的时候是它，睡觉的时候是他，刷牙的时候是他，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他，闭上眼睁开眼，脑子里全是默默呀。离开水还怎么活？真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好在他现在不在眼前晃悠，总算落个清净。今天想和芝芝去天堂森林公园，提前感受一下天堂的景色。我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总在尽力帮人，从没害过人，所以还是有资格进天堂的吧。一出门，发现陈思雨竟然蹲守在民宿的出口，看我们出来就不远不近地跟着。无论怎么说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住我们。他说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我说我死了你也跟着吗？他说是。芝芝嘲笑道：默默是去天堂的人，你是去地狱的人，你俩去得了一个地方吗？你还想拖累默默？陈思雨紧张地说：从知道默默生病，我就做了好多公益，想为默默积福，给你们的孤儿院也捐款了，他们不需要再担心资金问题了，还给孤儿院捐款了。你不是说孤儿院是个变态的地方，专门培养缺爱离不开男人的人吗？这是当初他逼我离婚时说的，他特别知道怎么能给我心里扎钉子。当初面对他的不设防，
全部变成他对付我的武器。在放手那一刻，其实已被他伤得千疮百孔、体无完肤了。芝芝总说想狠狠揍一顿陈思雨，不然不解气。我笑着说：“你那样做只会减轻他的负罪感。你是要帮他吗？我怕你心软原谅他，没打他一顿会很亏。”芝芝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怎么可能原谅呢？原谅他，对得起那些从一而终的好男人吗？那他也没受到惩罚，应该让他夭寿，让他每天在悔恨中度过。日子越长，等于惩罚就越多，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什么。我们每天都要过得快乐。如果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，那还不如早点 over， 还可以少受点折磨。你心可真大呀！”芝芝调皮地竖起大拇指。于是我俩开始了疯玩的日子。我俩一起出海捕鱼，踏着细碎的月光回到民宿。陈思雨和一坐在门旁，已经睡着了。我俩绕过他进了房间。我俩去酒吧，遇到几个搭讪的男人。陈思雨二话不说，上去就用啤酒瓶把人开瓢了。几个人围住他一顿猛揍。我俩看了一眼走了。我俩一起去看日出。陈思雨亦步亦趋。我俩去了洗手间，想避开他。出来的时候，他竟然还在洗手间门口，直直盯着出口，以至于被骂变态。确实挺像的，无论我们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他都一声不吭，就默默跟在我们后面，守住我不离须臾。哎，我觉得没病死，先被烦死。我可不想所剩不多的时光还要花在他身上，得想个办法甩掉渣男，让芝芝联系小乔，让他赶紧把人带走。我实在不想看到他，我那不长的寿命再看见他还得少一半。小乔当天就飞了过来，闯进我房间时，芝芝正好出去办事，他踩着小高跟鞋就直冲我过来，扬手就打算扇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你个老女人，要死赶紧死，不要脸还勾引别人老公！”我都惊诧于他知道勾引别人老公是不要脸的，我一直以为他不知道呢。我还惊诧于陈思雨竟然看上这么个蠢货，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。到底是生病，没躲过这一巴掌，半边脸眼瞅着就红了。我冷哼一声：“别人老公，他娶你了吗？”陈思雨虽然和我离婚了，但是也并没有着急娶她，这是他心头的刺儿。被我说出来，他瞬间恼羞成怒。从洗手间回到门口的陈思雨看到小乔那一刻，愣住了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皱着眉。小乔立即上前挽住他胳膊，整个身体都贴了上去。只听他嗲嗲地说：“人家想你了吗？还担心你在姐姐这里有什么不方便的，过来帮帮你呀！”这翻脸的速度，我都惊呆了。原来陈思雨是喜欢这一款啊。陈思雨皱着眉说：“你先去酒店，我晚点过去找你。”小乔转身要走，我沉喝一声：“慢着！”走到小乔跟前，猛扇他一巴掌：“还你的！下次你再敢伸手，我丝毫不介意废掉你的手。”小乔没想到我会当着陈思雨的面扇他，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瞬间梨花带雨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陈思雨。陈思雨回头对我说：“你何必？你带着这个小三，滚出去，别恶心我！”回来的芝芝正看见这一幕，她一眼就看见我红肿的半边脸，怒问：“谁干的？”陈思雨这才看到我脸，也转头看向小乔。小乔像只吓坏的小鸟一样：“姐姐说我抢了你，先打我，我只是不小心回挡碰到了。”陈思雨说：“他生病，你就不能让着他吗？让着我！”听了差点吐出来。我集中全部力气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又扇了小乔一耳光。小乔恶毒的目光倏地露出来，又倏地收回去，一副可怜样。陈思雨皱着眉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不是说我先打他吗？总得把这一巴掌打了。”
不然不就是谎话了吗？我端详了一下他的脸，现在对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陈思雨拉着不甘心的小乔离开了，我和芝芝总算松了口气。然而都没过夜，陈思雨又蹲守到民宿门口了。他说已经跟小乔说清楚了，他会补偿小乔股份，让小乔离开。无语，竟然把我打拼出来的公司的股份给那个人，这真是嫌我活得长了。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看上这么个下头男，真是瞎了眼。我下定决心离这个糟心男远远的。除夕夜，海边烟花盛开，曾多么渴望和陈思雨一起相拥坐在沙滩上，看璀璨的烟花映照海中的月影。此时他一边放着礼花，一边看向我，眼中充满期盼。默默，以后每年我都给你放烟花好不好？我的病已经恶化很快了，有时整把吃止痛药都止不了痛，还期许什么未来呢？不过这一夜，也许是烟花合我意，也许是月光悦我心，我竟能和颜悦色地说好。陈思雨可能并没想到我会答应他，一时兴奋得像得了肉骨头的小狗。我们三人一起吃的宵夜，回到了住处。第一次，陈思雨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，他感慨地说：“这是我这辈子最来之不易的幸福了。”呵呵，新年大礼只是开头而已。芝芝推了推睡得死沉的陈思雨，一点点安眠药就让他和周公约会去了。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出发了。我们去看黄石公园，那是我俩心驰神往的地方。在孤儿院的时候，一次来交流的神父放了黄石公园的图片，我和芝芝开玩笑说，以后有钱了，先去那里住1年。没想到现在有钱了，也能去了，可是却没有1年了。所有准备工作都是芝芝做的。她笑说，和富婆在一起就是好，办什么手续都很快，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其实他是怕我等不到看黄石公园，不眠不休地申签买票订房做攻略。虽然遇见陈思雨是我的不幸，但好在上天又给了我芝芝。到了安国下飞机，就开了手机，上百条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涌进手机。还有一篇短信小作文，作者陈思雨，他求我只要让他知道我在哪里就好。他说他哪也不去，就在民宿那里等我。我删除了他的信息，不想再耗费时间在他身上了。过了2天，房东给我发来照片，照片中陈思雨还穿着除夕穿的那套衣服，胡子拉碴，蜷缩在民宿门口。怎么形容呢？丧家之犬吧。他说这个人蹲在那里，房子都租不出去了。我说要不你报警吧。房东说报了，刚从派出所放出来，就又蹲在那里了。我说你随便处置吧，当我不认识他，陈思雨，就当和他永别了。我做梦没想到有朝一日还会再遇见。黄石公园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景色壮美奇秀。可惜我已经没有那么多力气去逛了。芝芝给了我个大惊喜，竟然订到了黄石湖酒店最好的房间。要知道，这酒店通常要提前1年预订才有房。躺在房间里，就可以看到黄石湖动人的景色。我问芝芝怎么订到的，她支吾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联系江晨毅了。”见到江晨毅的时候，我有点尴尬。一是因为当时知道他对我的心思，我婉拒了；二是因为他当时对陈思雨的判断应验了，我有点狼狈。江晨毅一如10年前温文儒雅，他没有问陈思雨，没有问我的病，算是没让我那么难堪。他直接说，我联系了顶尖医学院 W 教授的实验小组，你明天直接过去检测看看能不能达到入组条件。他们正在研发针对你这类癌症的靶向药，前2期临床治愈率已经达到了85%，5年生存率达到98%。
现在进入临床3期实验了，你到的比较晚，所以要尽快检测。我问他，如果不能入组会怎样？很快就会死去吗？其实我不怕死，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芝芝。他说这个组不行，我就找另外的。总之我不会让你死。我悄悄求他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芝芝。他少见的拧起眉头，自己好好活着照顾她，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他总是那么清冷不讲人情。第二天一早，芝芝就拉着我去医学院做检测，等待结果的日子很是忐忑，隐隐觉得这是个坏结果。没想到我的第六感也准了。江晨毅拿着结果来找我时，我能察觉出他内心波澜起伏。他故作镇定地说：“你的入组数据不达标，不能试用新药，但我们可以再找契合你情况的研究组。那我还能活多久？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就能活下去，找不到的话，1个月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回头跟芝芝说：“我们回国吧。”我想去陪丫丫，芝芝竟然泣不成声。看着强悍豪爽的她，其实很脆弱，真不放心留她一个人在这世界上。把股份留给她，估计会被陈思雨和小乔吃的渣都不剩。1个月时间，还来得及出手清除掉那对渣狗的权利，把干净完好的公司交给芝芝。芝芝说看陈思雨在海亚的表现，还以为对我深情不移呢。我笑说，他是对我手里的股份深情不移。我是第2大股东，我要死了，股份给谁可太重要了。他如果对我深情不移，你以为小乔敢那么嚣张吗？江晨毅说再给他1周时间，他再找适合我的治疗小组。我拒绝了，那是不可控的情形。如果失败，我就没有充分时间为芝芝做准备了。对普通人来说，1周不过是7天，对我来说，那就是1/4余生，1天都不能浪费。我让芝芝朋友圈发文，暗示我已故去。芝芝红着眼睛说不吉利，不能发。我笑说，发个朋友圈还能影响我寿命？那估计小乔发1000条了。你是想看我委委屈屈的死，让小乔花着我的钱睡着我的前夫吗？芝芝红着眼睛发了朋友圈。我说一会儿陈思雨来电话，他就保持住这个哭哭啼啼的状态，务必让他相信我已不在世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不到1刻钟，陈思雨的电话就来了。他的声音有些急切：“你在M国？默默呢？”芝芝没回答，只是一边哭一边骂。陈思雨果不其然相信了，真是蠢货。他先是装作悲伤驴嚎了几声，接着问：“他有遗嘱吗？有处理公司股份吗？公司得发个公告。”芝芝按照我教的说，遗嘱没看到，在遗嘱执行人手里，但他口头说公司股份全给我了。陈思雨嗯了一声，好像吁了口气，挂了电话。芝芝向我伸出大拇指：“神了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打电话找我？你怎么知道他会问那些问题？”我淡然一笑，更神的还在后面，你就当看戏，看完戏演员收益还全给你，爽不爽？第2天，不出所料，公司发了公告，陈思雨转3个点股份给小乔。他应该是确信我死了才敢这么做吧，毕竟在公司里能和他抗衡的，就只有第2大持股人的我。他持有26%股份，我持有25%股份。如果我们相爱终老，那么合计持股51%，可以确保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。他把自己股份转给小乔，等于自己持股降至23%，我变成了第1大股东。呵呵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根据公司章程，虽然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没过半，没有绝对的决定权，却有1票否决权。如果陈思雨不把公司股份转给小乔，
我还尚可忍受他经营公司，他用我辛苦创业的心血去奖励安抚小三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既然他们如此相爱，那我就给个机会让他们白手起家，考验真情吧。我的身体已经日渐虚弱了，再拖下去可能经不起长途飞行了。为了不被陈思雨查出行踪，我当即向公务机公司申请航线。第二天，途径第三国回到了申市，而芝芝坐了直飞申市的航班。陈思雨想通过行程查到我，估计得我死后吧。陈思雨花了点手段，完成了股份转让。之所以知道他花了手段，是因为我们之间关于股份转让是有协议的。他可太笃定我死了，才敢违反协议。真想半夜出现在他床前，先把他吓个半死。芝芝一身黑衣来到公司，要求召开董事会，重新选举董事长。当陈思雨看到我的授权时，呆若木鸡。董事会除了我之外的人一致认为陈思雨是称职的，不应罢免。芝芝淡定坐在那里，听各个大佬口吐莲花，不为所动。等到大家都说累了，芝芝说：“我代表第一大股东，行使否决权。我方不同意陈思雨担任董事长，至于谁当董事长，按程序选吧。”看着董秘记录好自己的意见，芝芝轻飘飘地走了，留下乱成一锅粥的公司。陈思雨垂死挣扎，想宣布自己和小乔是一致行动人，那样他俩控制的股权比例又变成公司最多的。可是公司律师告知，因为章程明确了是第一大股东才有否决权，所以宣布是一致行动人也于事无补。陈思雨暗暗去查从安国飞我国的航空公司乘客名单，他怀疑我没死，因为他知道芝芝没有这个手段，而我有。他觉得只要找到我，一定可以让我回心转意。毕竟10年来，我都追着他的脚步，但是查来查去，只有芝芝的乘坐记录。他又笃定我死了，于是他决定收购小乔的股份，这是最快让自己变回第一大股东的捷径。可没想到小乔不愿意，他在阴沟里奋斗了那么多年，才第一次拿到了一点股份，尝到了一点甜头，怎么舍得退回去呢？最终陈思雨又用割肉换来小乔同意，心里暗想，这小乔竟然是个贪心爱财还愚蠢的女人。如果是默默，早就想好了对策，她却还鼠目寸光守着那3个点的股份不想放。小乔暗想，怎么没发现她竟然这么没用，奋斗那么多年，还能让那个该死的女人夺了董事长的位。裂缝出现，只会越来越大。陈思雨宣布回购小乔股份的同时，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和冻结令，小乔的股份被冻结了。因为到了申市的第1日，我就让芝芝找了著名的股权律师，让他准备向法院起诉陈思雨向小乔转让股份无效，并主张涉案股份归我。律师说芝芝不是合适的原告，芝芝拿出了我的授权，同时拿出了我和陈思雨的协议。这份协议已经备案。原来公司上市前，我和陈思雨为了保证绝对的控制权，协议确定我俩股份未经对方同意不得转让。如果转让，对方有优先权；如果一方违反协议，则涉及转让的股份归守约方。陈思雨上庭前还很笃定，毕竟我死了，协议无法执行，法院总不能判他到阴间问我的意见吧。当我出现在原告席上时，陈思雨竟然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。即使愚蠢如他，也知道大势已去，无可挽回。官司我赢得很轻松，可是我已经不想经营公司了。公司最终聘请了职业经理人，我只需要收钱就好。我投资芝芝和她男友开了连锁的咖啡店和花店，这是芝芝最喜欢的行业。
让他以后过得自在又快乐。我回购了陈思雨的股份，赠给了芝芝。陈思雨为什么会把股份卖给我呢？因为他被气愤、懊恼、悔恨折磨，天天喝酒赌博，最终输光了股份，还得了一身病。而他心爱的小乔已经是一个70岁老板的助理了。在被老板的妻子找人教训了一顿后，他就在申城销声匿迹了，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至于我活得远远超过了1个月，因为回国后1周，江晨毅也回国了。他说给我带了特殊钙片，可以缓解疼痛，让我先吃。其实这是他从 M 教授那里获得的新药。我对靶向非常灵敏，所以临床上治愈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获得新药的条件是以1M元年薪，在 M 教授研究项目赞助公司那里任职财务官。这不等于卖身吗？江晨毅回 M 国第2天，我也去了 M 国。如果不靠我这种富婆养着，他靠1M元可怎么活？他低头小声告诉我，其实还有公司10%的股份。我笑说你怎么不早说，害得我白担心。他也笑了，如果早说了，你就不来了，对吗？这个世界有人了解自己，真好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